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在转型，在人间悬疑炸场，8集短剧治愈现代焦虑。最近赵丽颖的新剧在人间未播先火，只因为她又接了个不正常的角色。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赵丽颖的选剧风格，大概是不按套路出牌。从古偶顶流到农村题材，再到商战大女主，她总在尝试打脸观众预期。而这次，她直接分裂了。在新剧《在人间》中，她的身份本是网约车乘客，却在虚拟空间中觉醒，专门追杀主人格徐天，引访视身体里的其他房客。这剧情听着就带感，其实刚看到《在人间》的简介时，我有点懵，感觉《在人间》的野心很大。他试图把多重人格和元宇宙2大热门元素缝合，搞出一锅心理学加科幻的乱炖。结果预告片里全是接地气的画面，尹房演的徐天蹲在路边吃煎饼果子，赵丽颖顶着黑眼圈在网吧敲键盘，张一山叼着烟说这世界就是个游戏存档。导演徐冰不愧是拍过《红色的人》，愣是把高概念塞进日常生活里。听说每集都像闯关游戏，主角团要在不同人格构建的虚拟世界里解决问题，比如帮社恐青年找回勇气，让抑郁症女孩重燃希望。这设定听着挺温暖，但预告片里周一围拿刀抵着人脖子的镜头，又让我汗毛直竖，到底是治愈系还是暗黑系啊？而说到演员，这次阵容真是让人放心又担心。放心的是全员演技派，尹房演的主人格徐天，据说有场戏一个人对着镜子切换5种表情，被剧组称为人格分裂教科书。张一山还是那股痞帅劲儿，但这次多了点哲学味，张口就是你以为的真实不过是数据流。最绝的是周一围演个反社会人格，光靠眼神就能让人后背发凉。但担心的是，这群人凑一起飙戏，会不会把悬疑剧演成话剧比赛？毕竟观众想看的是揪心剧情，不是演技大赏。现在最让我好奇的是赵丽颖的表现。以前她演的角色再复杂，好歹是个完整的人，这次直接挑战副人格，还得演出既像独立个体又是主人格碎片的微妙感。预告片里有段他和尹昉对峙的戏，前一秒还冷笑着威胁我要取代你，下一秒突然眼神空洞的喃我到底是谁，看得人心里直发毛。粉丝都说这是他转型的大招，但说实话，这种高风险角色很容易翻车，演好了能拿奖，演砸了绝对会被做成表情包全网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人间要是真能拍好，说不定能戳中当代年轻人的痛点。现在谁还没点精神内耗？白天当社畜强颜欢笑，晚上回家 email 到失眠，简直人人都是多重人格。剧里那些虚拟世界里的挣扎，搞不好比现实还真实。比如有个场景是打工人被困在无限循环的周一清晨，这不就是我们每天挤地铁时的噩梦吗？还有社恐患者被扔进狂欢派对的设定，光想想就脚趾抠的。要是这些情节能引发共鸣，哪怕剧情有点观众可能也会买账。但我也担心这剧会犯国产剧的老毛病，开局炸裂，结局烂尾。毕竟总共就8集，要讲清多重人格斗争、虚拟世界冒险、心理疗愈3条线，还得保证反转不断，这难度堪比让新手在螺丝壳里雕花。之前白夜破晓就是前车之鉴，开头潘粤明一人分饰4角惊艳全网，后期却因为逻辑漏洞被骂上热搜。听说在人间每集制作成本堪比电影，画面确实精致，赛博废墟的霓虹灯和现实世界的灰扑扑对比强烈，可要是故事讲不好，再贵的特效也是白搭。作为普通观众，我对这部剧的感情挺复杂。一方面期待国产剧能突破甜宠，
宅斗的老套路，真正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。另一方面，又怕制作方只是堆砌流行概念、元宇宙、人格分裂、虚拟现实这些词听着高大上，搞不好最后变成一锅乱炖。但至少从目前放出的物料看，剧组是下了功夫的。影坊为了演好人格切换去精神科实习，赵丽颖专门学了编程手势，连群演的衣服都印着心理学名句。这种细节控让我对正片多了点信心。最后想说，赵丽颖这次的选择确实勇气可嘉。85花里有人死守舒适区，有人还在古欧里打转，有人转型职场剧被潮装嫩，他却像游戏通关似的，非要把每个类型的角色都试个遍。从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媳妇，到风吹半夏的钢铁女老板，再到现在的虚拟人格，这条路走得险，但也走得有意思。这次人格分裂无论成败，至少证明他不想做安全牌演员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哪怕在人间哭了，至少能证明内娱还有演员不想躺平。这话虽然扎心，倒也是大实话。反正就快开播了，是神是鬼，咱们荧幕上见真章吧。2. 赵丽颖私下接地气程度惊人，和素人闺蜜牵手逛街。4. 普通女孩赵丽颖为何能赢得如此广泛的喜爱？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拥有高超的演技，更在于她待人接物的那份真挚与诚恳。观察她与朋友们的互动，不难发现，在私下里，她表现得极为真诚。正是凭借着这样一颗纯洁无瑕的真心，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与尊重。赵丽颖来自农村，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，也没有背后的资源支撑，她只能从最小的角色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努力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，耐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机遇。终于，她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更多人的关注，成功争取到了饰演重要角色的机会。而她也紧紧抓住这些机会，每一次的表演都让人眼前一亮，最终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剧中的女主角。现在，她已经赢得了众多的奖项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大女主演员，在85后的女演员中名列前茅。尽管如此，她在成功后依然保持着初心，时刻铭记自己一路走来的不易。最近，赵丽颖和她的普通朋友聚会的照片被公开，让大家看到了她最自然的一面，这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在照片里，赵丽颖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条纹衬衫，搭配深蓝色牛仔裤，脚踏一双白色运动鞋，头上戴着帽子，脸上还戴着口罩，整体造型既低调又显得温柔，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。她的朋友则身穿黑色 T 恤和浅蓝色牛仔裤，两人站在一起时，不仅身材相似，连穿衣风格都如出一辙，就像是多年好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的最佳体现。逛完街后，赵丽颖径直前往闺蜜家中，两人随即亲密无间地拍了合照，满满的温情简直要溢出照片框。从照片上不难看出，他俩都是素颜出镜，为了营造更温馨的氛围，闺蜜还特地加了美颜效果和滤镜，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柔和温暖。而在那些未加美颜修饰的照片里，赵丽颖的真实素颜模样也被网友们捕捉到了。她随意地把头发盘起，别上小巧的发卡，身着舒适的家居服，悠然自得地坐在餐桌旁喝水，还一边和爱犬玩耍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宁静美好的气息。就算是不化妆，赵丽颖的容貌依然十分出众。她的皮肤细腻又紧致，五官立体鲜明，脸部轮廓流畅，小巧精致的脸庞让人完全看不出她已经37岁了。即便是穿着最普通的家居服，她也难以遮掩身上的明星气质，难怪网友们纷纷感叹，明星和普通人之间真的是有明显的差距啊。其实，赵丽颖一直以来都非常珍视身边的亲朋好友。尽管身为当红一线女演员，
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但她总会努力挤出时间与亲朋好友相聚。之前，她还特地陪伴表妹外出旅行，两人在山间尽情奔跑，在海边开心的合影留念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为了保护表妹的隐私，赵丽颖还特地避开了镜头，不让表妹露脸。这一举动让网友们纷纷感叹，赵丽颖的朋友真是太有福气了。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，赵丽颖都流露出她的真挚与温情。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纯真，使她在演艺圈内一直保持着高人气，成为了众多人心中的喜爱明星。